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带来一场绝对重量级的对决，那就是美联外卡系列赛中波士顿红袜对上纽约洋基的比赛。这两支世仇球队再一次在10月相遇，不仅是季后赛生死战，更是百年宿敌的新篇章。那这支影片我们会用数据和分析带大家看清楚这场系列赛的决胜点在哪里。如果还没看过这系列影片的人，可以赶快去看哦。首先看到两队本季的表现，红袜88胜73败，洋基则是93胜68败。表面上是洋基的成绩比较好，但红袜在季中也曾经打出过10连胜的高潮，特别是红袜本季有24场比赛打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几乎是洋基的2倍，显示他们习惯打硬仗。而尽管洋基队的赛季总战绩较佳，但在本季的直接交锋中，红袜队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在本季的直接对战里，红袜队洋基是9胜4败，占据明显优势，而且其中4败里面有2败则是应该是不会在外卡战中出现的 Buehler 和 Dustin May。这不只是战术上的克制，心理上也会是红袜的加分项。接着我们比较一下打击火力，洋基今年的进攻火力十分凶猛，全赛季的 WRC Plus 119，红袜则是103，略高于平均。在全垒打部分，洋基272支，红袜184支，长打率洋基 0.455， 红袜则是 0.421， 保送率洋基是 10.3%， 红袜则是 8.3%。 洋基打线的深度和长打能力完全领先。再看到9月份，洋基的状态还在往上走，单月 WRC Plus 120，长打率 0.449， 红袜则只有98，长打率掉到了 0.400。此外，在连续2个月，洋基的单月胜率都来到了70%以上，则意味着进入季后赛，洋基打击火力比红袜更有延续性。不过，除了洋基自身状况好以外，这之中也有着在后段赛程较轻松，遇到很多5成以下球队的因素。从各位置来看的话，洋基的优势更加明显。在右外野 WRC Plus 来到了178 ，Judge 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整支球队的火力。指定打击部分 WRC Plus 有156， Stanton 的存在让火力的延续更加凶猛。Stanton 今年季中回归后长打惊人，76场就有24轰，长打率是夸张的 0.598， 在250个 PA 以上的选手中联盟第4名。如果只看明星赛后的话，长打率更是高达 0.655， 只输给了超级新人 Nick Kurtz。而红袜这边则是在游击和三垒这边小有优势。看完打击，接着我们来看到投手战力的部分。这次系列赛最有戏剧性的部分就是投手阵容。洋基的优势在于先发投手，先发的 WAR 高达了 13.6， ERA 则是 3.61。不过洋基的牛棚相较之下则是较弱一点， WAR 只有 2.7。 红袜则正好相反，先发 WAR 11.4， 跟洋基比起来算普通，但牛棚的 WAR 高达了 6.8， 是全联盟最强之一。所以这系列赛在投手部分就是洋基的先发要对决到红袜牛棚的矛盾对决。而在9月份，这份数据更加的清楚，洋基先发 ERA 是 3.13， 表现稳定，但牛棚的 WAR 几乎是0。而红袜先发则是 ERA 4.27， 稍微不稳一点，但牛棚 ERA 3.53， K9 值 8.44， 稳定的守住分数。所以红袜的战术很清楚，在比赛前段顶住，那后半段交给牛棚所使。攻守数据看完之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系列我认为的关键球员。在红袜部分，他们有王牌的绝对压制力。Garrett Crochet 无疑是红袜队的王牌，他本季投出了赛扬等级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他对洋基打线有优异的压制记录，本季对战打击率仅有 0.200。此外，先发投手 Brayan Bello 同样对洋基具备压制力，生涯对战被打击率也低于2成。在这外卡宙死战中，王牌的发挥将是红袜能否取胜的基石。后援部分由联盟顶级终结者 Adolis Chapman 和状态火热的 Garrett Whitlock 组成的牛棚连线，无疑是红袜队最大的后防武器。特别是 Whitlock， 他在9月份的表现堪称无懈可击，9.1局没有失分，没有保送 ，K9 值高达了 13.5。这组后援搭档能够让比赛在后半段的时候，只要红袜能够取得领先，他们就极高几率把这场比赛给收下来。不过打线端则是状态比较起伏一点，红袜的打线能否苏醒是个问号。吉田正尚在9月份的状态回温 ，WRC Plus 来到了120，是一大利多。然而其余核心打者 Alex Bregman 和 Rafaela 的状态则是令人担忧，两人9月份的 WRC Plus 均低于80。
他们的临场发挥将直接影响到球队的得分效率。最后则是骑兵小将新秀 Connelly Early 9月的4场先发 19.1 局中 K9 值高达了 13.5 ERA 2.33 FIP 0.91， 在9月的先发中都是红袜阵中最低的。在季后赛中要怎么安排他的角色，以及是否会对这个系列造成影响，值得期待。洋基这边自然在打线端是看 Power 99连线的发挥，不过这两位巨炮在季后赛有着悖论般的存在。洋基的两位超级巨星 Aaron Judge 和 Giancarlo Stanton 在季后赛的历史表现有趣的反差。Judge 在例行赛 WRC Plus 高达了178，但生涯季后赛会下滑至109，从外星人变成一名普通打者。而 Stanton 则恰恰相反，生涯季后赛的 WRC Plus 会飙升至164，是近10年最会打季后赛的球员之一。不过 Judge 目前正属于生涯最佳阶段，9月份的 WRC Plus 是惊人的249，这显示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这次10月份的挑战。再来则是 Cody Bellinger 被认为是本季最会打左投的左打者，他对左投的时候 WRC Plus 有180，是说左打者中最高的。他将是洋基能否攻克红袜王牌左投Crochet的关键 X 因子。投手部分，先发的 Max Fried 和 Carlos Rondon 是洋基的先发核心，然而数据显示他们两人在生涯季后赛的成绩会不如例行赛的记录。他们今年能否在高压环境下复制例行赛的载制力，将是洋基投手群稳定度的最大考验。牛棚部分 ，Devin Williams 的使用时机将考验总教练的调度，他的进阶数据如 FIP、xFIP 或 K9 值都极其亮眼，基本上是洋基牛棚的前2名，然而却始终无法反映到成绩上。他本季的 ERA 却始终偏高，都在大概4以上。那如何派上场，以及什么时候要换下场，将是在季后赛中的一大课题。接下来我们看到伤病部分，红袜这边 Roman Anthony 和 Tristan Casas 都可能会缺席这次的季后赛，在外野和一垒火力的地方受损。那洋基部分则是先发 Gerrit Cole 和 Clarke Schmidt 报销，压力就会全部掉在 Fried 和Rondon身上。那这些伤病让两队都不是完整阵容，不过影响最大的还是洋基的先发深度。最后我们来看到这个系列赛的决胜点，第一个是洋基的先发对上红袜的牛棚，洋基要在先发投手在场时去建立领先，那红袜则是要撑到后半场再把比赛交给牛棚。第二个则是红袜的防守，红袜本季出现了115次失误，是全联盟最多，在季后赛的高压环境下，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比赛。第三则是经验 vs 青春，红袜部分几乎全队都是第一次打季后赛，可能会展现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势，也有可能会手忙脚乱。洋基部分的话，则是由 Judge、Stanton 这些季后赛的老将坐镇，所以经验可能是他们的优势。总结来看，这次系列赛的话，洋基这边是火力凶猛，加上团队近况成绩好，那红袜则是拥有对战优势和顶尖牛棚以及王牌投手的优势。那谁能发挥自身的优势，就能够晋级。那最终结果可能会靠着1-2次的长打或者是守备来决定这系列赛胜负。我个人的话，在这个对战组合中，会认为同时拥有赛扬等级与最强终结者，并在对战上有极端优势的红袜，在这3战2胜中的系列赛中胜出。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为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欢迎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那还没看过其他影片的人，也可以赶快去收看哦。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